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一段巨兽诡异录音，世纪大发现，自由女神向下暗藏巨兽，清晰画面揭开美国最隐秘谜团。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这个画面您相信吗？在以色列机场里面发生了旅客集体消失的离奇事件，而且瞬间还被监视器都拍了下来。当时是一名旅客准备要过海关检查，直接在海关人员面前人间蒸发，旁边的女性旅客呢，是吓到直接放声尖叫了起来，还有包括了海关呢，赶紧用无线电去呼叫请求协助。在监视器镜头之下，人就这样消失了。难道世界上真的有平行时空吗？无独有偶，恐怖大师史蒂芬金他就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内容就在讲一台藏在储藏室里面的时光机。美国网友说，他们家的自家后院储藏室被陌生男子闯了进去，而且进去的男子走出来后瞬间老了20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美国佛罗里达州出现异时空之门，一名男子阿勒克拍下自家后院的储藏室，竟能通往平行时空监视器。画面中更拍下一位诡异的时空旅人，一名穿着白色 T 恤，目测年纪约30岁的男子闯进阿勒斯家的后院，接着开门进到了储藏室。So I'm fast forwarding the time so you can see there's no movement. He never leaves the shed. And I'm talking on the camera. I'm like, yo, what are you doing? Why are you in my shed? Never answers. He never leaves the shed. I literally was watching it the whole time. So I end up calling the police. 诡异的是，警方到场打开储藏室的大门，却发现里头空无一人。Notification on my camera that there's somebody in my backyard, and this guy leaves my shed. And he looks right at the camera too. 一名年约50岁的陌生男子从空无一人的储藏室走出，网友大胆推测，这名中年男子是20年后的白衣男，透过储藏室里的时空之门前往未来，才会在一夜间老了20岁。甚至有阴谋论者声称，这名中年男子神似恐怖作家史蒂芬金。巧合的是，史蒂芬金曾在2022年推出小说，内容叙述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储藏室。2004年，一名西雅图律师巴西雅各爆料，超时空旅行其实早已实现。他在7岁那年曾参与一场政府秘密策划的穿越任务——飞马计划。这项计划必须回到1863年，林肯总统在盖茨堡发表演说的现场，并将一封神秘信件交给林肯。Sent me to Gettysburg via a new technology in 1972 called plasma confinement. I just decided that I would walk about 100 paces on a diagonal from the stage and then stand with my left foot forward and my right foot to the right so that grossly oversized men's shoes that I was photographed by a contemporary photographer. 照片中的巴西雅各还是小孩，穿着一身1980年代的服装，一双大人的鞋子格外引人注目。根据巴西雅各的说法，他在穿越的过程中掉了一只鞋，在一名神秘人的帮助下，匆忙买了一双大人的鞋子，并赶往林肯演讲的现场。我们将这张照片放大后，还可以看到林肯总统正在巴西雅各的后方演讲。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没有多久，巴西雅各就找到了林肯总统，并成功的递交了这封信件。就在此时，由于穿越之前所设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瞬间他又被传送回到了1972年的新泽西州。
And we entered an illuminated tunnel that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accounts that people described during the near-death experience. The tunnel was a dense, luminous cylinder of light that was moving sort of along like streamers of smoke. 根据巴西雅格的说法，这场穿越计划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1960年代进行的策划，目的是收集情报，也可以提前知道未来发生的事件，拟定因应计划。政府更秘密征召7至12岁的儿童执行穿越任务，因为儿童在时空移动上比成年人更能适应。巴西雅格加码爆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曾经参与，也越来越多出面证实当年曾加入穿越计划，包括美国前总统艾森豪的曾孙女罗拉。罗拉说，在2006年的时候，曾有一名神秘的男子出面向他表示，他是来自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They recruited him out of the Knights Templar Freemasonry group that he was somewhat affiliated with. 这名探员就忽然说出了许多罗拉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很多是只有罗拉及他的父母才会知道的事。后来在巴西雅格爆料之后，罗拉这才知道，他们当时很有可能就是使用了时光机器，回去知道了他发生的事情。尽管这项计划并未获得美国证实，但随着知情人士越来越多，大家开始相信政府的穿越计划真实存在。机场的监视器画面中，许多旅客正排队安检，忽然间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竟然在安检人员的注视下直接消失，在后面排队的黑衣男也跟住不见，让目睹一切的女乘客吓得惊声尖叫。离奇的是，同一时间，在机场大厅，走在一对夫妻前面拉着行李箱的黑衣女子也瞬间消失，只留下行李箱重摔在地。这起发生在以色列机场的集体穿越事件，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同样难以解释的还有这段民众在机场受访时的画面。画面中，这名男子正在接受媒体访问，这时后方的金发女子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见他的身影。随着穿越事件频传，或许不久后的人类随时都能安排一场穿越之旅。俄罗斯总统普丁他还活着吗？接下来的画面呢，你的眼力一定要够好，因为英国媒体爆料了，早在2023年普丁就因为心脏病猝逝，遗体仍被放在冰柜之中，而如今出现在公开场合的全部都是替身。据说在俄国存在着一个普丁的替身军团，根据目前在台面上被抓包的替身来计算，怀疑里面至少有5名的替身兵团轮流上阵。俄罗斯总理普丁据传身边也有一个秘密替身军团，这些替身形似普丁真人，经过多年特殊训练，能以假乱真。To date, I see 3 doubles and 1 in the bunker. But at the same time, I am not sure that the bunker one is original. Who really took power from Boris Yeltsin? According to Bild, there are at least 2 types of fake Putins. One of them is allowed to speak and the other is obliged to remain silent. 面对替身之说，普丁亲自辟谣，但他显得异常冷静，毫无情绪波动，仿佛早已准备好的声明，反而引发了外界更深的怀疑。Да. А двойник есть? Нет. И не было? Нет. А тема возникала вообще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такая? Возникало. И? Ну, и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этих двойников. Это было в самые тяжелые времена. 惠美从普丁大量曝光的影像抽丝剥茧，普丁的下巴、鼻梁和脸型近眼前后出现微差异，从普丁的侧面还发现耳朵的轮廓明显不同。为了验证普丁确实有替身的说法，日本媒体甚至请来声音研究专家分析普丁出席不同公开场合的声音。专家发现，出现在镜头前的普丁根本不是同一个人。このようになるんですが、まず「す」が非常に強く発音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次の「パ」がですね、これが実に 9kHz のピークがあります。で、その後ここに「し」というのがここに来てるんですね。これが 4.5kHz になります。これに対しこのように「す」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ね、スパシーボの「す」が非常に弱い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ります。甚至被捕捉到普丁低头盯着左手，
但真正手表戴在右手的诡异画面，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也斩钉截铁地宣称，这些替身接受过整形手术，目的就是能完美代替普丁。轮流公开露脸，阴谋论者质疑，普丁是否企图重现当年希特勒的替身剧本，防止自己遭到暗杀。The Russians discovered this corpse in a shallow grave on May 2nd, and for the first 2 days the Russians believed it, and they displayed it in the courtyard of the Reichschancellery, and they took photographs and so on, but then found out that he was 2 inches too short. His ears were a little different. 那真正的希特勒躲去哪里？传闻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官都逃到了南美洲藏匿，因为根据美国 CIA 一份爆炸性的解密档案宣称，希特勒在第二战尾声不但没有轻生，战后他藏匿在哥伦比亚。这份解密的备忘录甚至附上一张照片，右边这名男子的外表与希特勒极为相似，间接证实希特勒是用替身炸死。Author H.D. Bauman claims Hitler's practice of using a double increased after July 20th, 1944. 尔虞我诈的情绪让我们见识到眼见不一定为凭。台面上的各国领袖真的是本尊吗？或许真实的操控者早已隐藏在看不见的黑暗之中。韩国电影破幕演的居然是真的，当年有日本人花了1年的时间呢，找出了韩国的龙脉，然后分别打下了巨型的铁钉，要彻底破坏南韩的风水宝地。没想到这个诅咒成真了，韩国人在白头山跟雪岳山等地挖出了300多根的铁钉。 일제시대 때 한민족의 정기를 끊기 위해 일본인들이 백두산 천지의 쇠말뚝을 받고 제사를 지내는 사진이 처음 공개됐습니다. 老照片中疑似就拍到一根巨大铁钉直插入地，庞福也将诅咒的念力一并送入黄土之下。据传，日本在殖民韩国期间，从本土派遣阴阳师伪装成土地测绘队，不断在韩国各座山脉找出下钉之处地点，只要一经确认，就会狠狠地敲入巨型铁钉，穿刺龙脉，斩断在风水理论中地形状似老虎的朝鲜半岛腰处。为了就是让当时的朝鲜王朝使其国运永世不得翻身。上头有着日本武士亡魂怨念的破龙，铁钉被钉下之后会浇灌混凝土，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却将韩国的龙脉彻底钉死。如此骇人听闻的铁桩诅咒在韩国当地长期以来传的绘声绘影是真的吗？来自日治时期的风水秘术会不会只是空穴来风？据说韩国政府为了要理清这个铁桩谜团，根据有关线索动用军队配合民间力量一同搜山，这一搜竟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명산마다 다니면서 일본 사람들이 스마트를 박아가지고 그건 우리나라를 영원히 없애기 위해서 한 거 아니냐? 우리 민족 정기를 끊기 위해서 박은 겁니다. 传闻中的铁桩诅咒竟然真实发生，因为从1985年开始，韩国在北汉山智异山、白头山等多座知名山中，已经有62处发现日本埋藏的铁桩，相关单位逐一拔除，数量竟然高达300根。 而且陆续增加，但还是有许多数不清的铁桩深埋在韩国各处，尚未清除前进。有部分韩国人认为，这些拔不完的铁桩，或许就是导致南北韩分裂的原因。但更离奇的是，这个铁桩传闻和让韩国历任总统不得善终的青瓦台魔咒有着诡异巧合。青瓦台是韩国的历史古迹。 1948年到2022年间，作为韩国总统府之用。之所以青瓦台被传世受到诅咒，皆因自南韩成立后，每任总统都不能善终。自首任总统李承晚流亡海外开始，包括金泳三、金大中因亲属判刑导致身败名裂，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以及朴槿惠皆被捕入狱，更悲剧的下场。还有选择轻生的卢武铉和遇刺身亡的朴正熙。 现任总统尹扬月甚至直接迁至总统办公室。究竟青瓦台的风水出了什么问题？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眼中却是真能实现，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
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